2024年的12月21号星期六，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下半季的赛程从今天正式开始。画面上看到，这是位在桃园中立的中学大学体育馆，在今天从中午的12点开始，连续4场的气排的精彩好戏，要透过现场直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将是由台北精华来面对年轻的球队毅力营造。当然，目前在这个女子组排名看到毅力营造虽然是排最后一名，不过今年这一群这个高中16、17岁的小妹妹真的是给足了大姐姐相当大的一个威胁。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拿下了2胜。那当然，1到3名的台北精华、新北中先、高雄台电目前你看到不管是战绩还是积分方面，都呈现互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在今年女子组得分的前2名，看到陈品宇跟简艺文都是来自于毅力营造球员。到目前为止，他们出赛的12场比赛，分别拿下了187分以及180分，当然出赛的场次也是最多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查理。今天在中原大学体育馆跟我们一起来参与播报任务的是看到是在清华大学目前任教的邱德全，德全午安。各位观众大家好，压力哥好。知道德全现在不管带队还有在上课其实还蛮辛苦的。不过讲到今年气排女子组的战绩，就像我刚才讲的，毅力营造虽然今年是排在4队最后1名，但是给这些大姐姐是蛮大的威胁。对，你看我们光是我们的攻击的排行榜，第1名跟第2名都是在那个我们的毅力营造，所以其实他们今年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些小学生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非常有拼斗性、缠斗性，甚至我觉得很想要有企图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这赛前也跟德全有聊到，在今年2024年我们的这种男女青年队，其实在国际赛。在保加利亚跟南美洲的秘鲁，其实都打进到4强，都缴出了非常棒的一个成绩。是，这也是我们真的是这几年来说，尤其是我们这种分龄的一个选手来说，真的已经是最好的成绩哦。好，现在在中原大学体育馆现场介绍的是执法的裁判以及双方的司线员当然这个星期开始这个气排的一个赛程移回到北台湾。从今天开始，在中原大学体育馆进行2周的赛程之后来到明年2025年，这是要到新庄来进行下半季的一个赛程。是，因为已经之前都在我们中南部比较多，但现在也要造福一下我们北部的球迷，所以现在其实我比较是桃园或者我们台北的，如果新竹的朋友，现在其实还来得及，坐车马上到我们的中原大学可以欣赏。修腾腾的一个企业联赛而且今年真的好多5局大战是。这个要问今年新的球评，这个刚从技术超跑退下来的陈一如应该最了解听说只要一如参与的比赛都是5局大战，几乎都是5局大战一如一定说，对，精彩嘛。台北精华在今天第1场比赛将要迎战毅力营造。今天另外一场女子组比赛是安排在傍晚的6点钟，将由新北中心来对上高雄台电。画面上看到小牛教练邓延敏，执行教练邓延敏小姐，教练张永和先生，教练张子轩小姐，管理林书和小姐。舒和因为在整个季前受的一个伤让他整个上半季是没有办法来出赛。是。下半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么快可以回到球队当中。对，其实那个受伤的一个状态，其实真的对我们来讲的话，以这么重要的选手、这么好的选手，我们一定希望他完完全全的恢复之后再上场。自由球员10号林。台北精华在今年补进了刘美金还有刘双林之后其实搭配原本的一个甘可慧精华今年的攻击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那我们来看看毅力营造这一支可以说是由高中生我们讲 U17 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队那今天面对大姐姐台北精华能够打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先来看到台北精华今天先发名单，举球员陈立荣，那攻击手方面看到了陈杰、刘美基、许恒宇、刘双林、甘可慧，2名自由球员分别是邱诗晴以及李怡轩。在毅力营造这边，举球员张廷伟，目前在整个得分榜排名第1名的陈明宇，搭配吴文轩、简艺文、陈毅、卢嘉文、林喜跟李君妮是自由球员。对。
还是差不多。其实我们这以上半季来说，其实金华对到的一个伊利营造都是很少就是有3比0的比赛，都是4局、5局，甚至很多还是5局大战。所以今天一定是个攻反战。今年在女子组方面，其实没有任何一队是独强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没错没错。我们刚才赛前看到了目前女子组4队的排名，其实前3名，第1名的金华，那中仙到台电，其实1到3名积分各差1分而已。对，其实不到最后谁是我们今天例行赛的一个获胜者都不一定啊。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伊利营造这边第一波的一个进攻，在右边的边陲地带马上就攻进了。对，打进的是平宇。其实大家会觉得，其实平宇的打法真的很日本。就是他其实你看平宇的时候，他个人个子不是这么高大，真是看那个手腕的运用，扒到球的那个，尤其是现场在看他在打球那个手腕的运用，真的是非常出色。第一波的快攻，台北金华这边刘美金马上还以颜色。用美金这个高度来打文轩，毕竟文轩对于我们中间拦网者的高度来说，他真的算是不是这么的高大。因为在我们伊利营造里面，我觉得这几个比较高大的一个选手里面的话，其实他真的还不算是非常高大的一个选手。哇，这次的接发球不理想，陈平宇的接发球出现了失误。当然，在排球比赛里面啊，对上主力攻击手就会是对方发球锁定的对象。对，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要造成他有一些接发球的上面的一个困扰的时候，他在攻击助跑的时间点就不是这么的好。在4号位这边，刚才斜线的攻击，这次有了。陈毅，哇，跳得非常高啊，陈毅。对。上个星期在彰师大体育馆啊，伊利营造也才跟新北中仙打了一场5局大战。对。刘双林，双林在4号位这边的一个攻击把握性，这个斜线攻击啊，哇，成功度还是很高啊。对，其实他就是打一个长，就是标准的大炮手的一个攻击动作，长线、力量，然后稳定。这就是其实双林其实在去年极速超跑的一个扮演角色就是这样。接发球的一个霸包，不过这一次被伊利营造给救回来。再给双林这一个斜线，陈毅垫给后排陈平宇。哇，这球打太快啊，但是打太长了。对。其实大家其实恒宇以前他在高1、高2的时候，在莺歌工商的时候，他是快攻手。他到了3年级，在去年的时候，他才改为大炮手。所以他现在到了我们的一个台北金华里面，就担任。其实你看刚才那个球就是打双快攻的这个战术。伊利发球轮到简艺文，目前得分榜上面第2名的球员。这个自由球员守得不错。陈毅面对2个人拦网，仍然是把这球给杀进去了。这一分啊，其实要称赞一下这个伊利营造自由球员李君妮啊，刚才救球救得不错。对，站位站的是非常的清楚。这一次这个重炮李君妮就来不及了。是。因为这个球其实有点速度，有点速度。其实你看，在双林这边的攻击，大部分都是打斜线。对。哎呦，这球还好，最后一颗放掉啊！是，这个球确实是奥赛。小刘教练刚才也确认一下。对。在第一局目前比分5比4，伊利营造还是有着1分的领先。来看这次接发陈杰，再给美金，打在陈毅的手上，直接喷掉了。对，其实我这一球我会觉得立龙的这个球的举球的引力性非常好，
因为他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个动作其实一开始他是想要做背举的一个动作的球路的一个动作，但他瞬间的时候再回来，其实这个是我们举球员来说的，就是这种声东击西的一种举法。是轮转哦，是越位哦。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到踢人在等级，甚至你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这种轮转错误或是越位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不必要的一个非常不需要的、不可以的一个失误。对，因为等于送给队友1分。对，而且你不是像一个可能国小，你不知道怎么样位置怎么轮转，你已经达到了这个 label 的时候，其实应该这种就不应该让他失误了。刚才毅力的进攻。哇，在金华这边守得好，而且刚才看到4号位这边陈杰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吊球，举重若轻啊。对，而且我觉得金华下半季的时候，他这个其实他前面的攻击的一个形态已经变成是平球了。之前他妈是半高的球，现在对陈杰刚才举的这颗球是平球，是比较少他们再去做运用的一个攻击的形态。陈平宇最近2次在4号位这边的一个进攻啊，都被守下。哇，刘美金，现在其实你会发现上半季跟下半季，我自己看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台北精华在战术面上面的一个速度跟位置的变化，其实比上半季的时候感觉到上去来说，其实更多变化，速度更快。刚才画面下也显示了可慧啊最近3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美金又来，陈平宇这球推得比较深，还是被金华给守到。后排攻击，哇，陈平宇今天不断的进攻啊，但是都被台北金华这边给守下。波来回啊，其实这个球有点奥赛。真的靠着铜墙铁壁的防守啊，台北金华从原本一开始第1局落后，现在后来居上8比6，2分领先毅力营造。对，其实现在优顺教练把平宇换下来，就是马上在旁边跟他讲说，因为他已经做了3波这个球过去没有办法攻击成功了，就把他换了反起。这次快攻交给好，这一次换成了台北金华这边啊，攻击出界。对，很远，还是很远。画面上，毅力营造背号9号的张庭伟，他是举球员。位置站好，小鱼队。1分差的比赛，陈杰接发之后，自己来到4号位这边的一个重锤。这个球跟陈杰的瞬间的出手是真的非常的漂亮。那这个球出来，当球掉到直线来的时候，所以这个球其实艺文的一个定点并没有把它，就是这个篮板站都并没有站，因为球其实已经掉到有点速度掉右边的时候，他应该再站过来的。为什么？因为他高度是够高的，他可以等球真的快到了，他再跳起来，因为他也有180几公分哦。好球！金华这边再度守下了，再给陈杰做一个吊球。好球！好球！好球！还有，哇！所以这个球，文轩他在处理这个晚上球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要可以把球再接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对面遇到的是一个187公分左右的狼王者。对，刘美金。对，而且他是原地跳。所以这种球，他只要做了一个攻击的动作，我再拖球，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处置了。从原本5比6落后啊，到最近是拿出了一波5比2的攻势啊，台北金华现在10比7，3分领先毅力营造。李永顺教练，当然这个趁这个时候啊，机会教育啊，就是告诉这些年轻的球员，没事，去跑一跑，快点，动手。应该要怎么样做反应？对，因为其实大家的年纪都是16、17岁，所以说在球场上的一个遭遇到的一个问题跟状况，其实还算少。
所以说一直在提醒他们，一直在提醒这个球你要怎么去做对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教练其实在球场上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醒你要做哪一个对的事情。那你下来你为什么会输球？那你可能做错了哪些事情？我提醒你，然后你做对的事情，我强化你。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教练很重要应该要做的事情啊。在赛程上啊，毅力营造这场比赛也是他们在2024年的最后一场了。是。下一场比赛将会是在2025年1月4号啊，去到新庄体育馆那场比赛，他们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来面对高雄台电。是。好球，小心。所以今天绝对没有体力的问题啊，今天就是全力拼就对了。刘美金的一个快攻被拦回来。哦，这一次的进攻有喽。对。许恒云，就是恒云在刚刚那个球的出手，就是有一点点慢了一点点，可能有点犹豫，所以那个球打到白带上面。小心，简一文的攻击，补位做得非常的确实哈。好球，一龙，这球林喜，哇，太靠网了。对。自由球员林喜虽然第一时间救了起来，但是太靠网了。这个对于网前球这样处理，这难度真的蛮高的。对。而且这个球因为是廷伟，他是从后排跑上去，但你只要有高度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球只要手起来又有速度的时候，他从上面跑上去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来不及了。陈吉的发球发太长了，比分来到12比9，台北精华还是有着3分的领先。毅力营造的队长吴文轩，这个发得很长哦。对，都强发哦。好球，还有，对。哇，刘美金这球打得真聪明啊。对，右边小撇一下，但其实这个球就是文轩应该是接得到，因为文轩这个球他犹豫了，他原地的先垫了一步之后再出去。今天脚这个球出去，他直接是左脚跨出去的时候，这个球也许他就救得到了。对，少了那一点点的一个启动，其实就会。这个球能不能救起来，其实在防守里面是很重要的。是，所以刚才也看到林永顺教练啊，特别也跟队长吴文轩来耳提面命。好球，还有，好球，来再来。可慧的攻击也被收起来。在这边这次的攻击有了。对，简一文。对，其实一文这1、2年真的进步非常多。你看这个球里面，他在空中的时候，第一个他当然很有高度。但你看他手腕的运用，跟在去年那个球加起来，可能就顺的把球打下去，还没有那么成熟。现在已经开始会看手的中间的一个位置、左右高度、角度。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让人很期待之后的选手。双林的这个球，结果打出了界外。对。哦，在第一局的比分又接近喽。对，这球应该有弹性。对，小牛教练这个时候要挑战啊，说是有拦网触球啊，应该是有吧。我们来看看台北精华在这次挑战有没有机会成功。今天在整个北台湾这边还是蛮冷的，你看到在整个中原大学体育馆里面，很多人是穿得很厚啊。对。这个我们的啦啦队是充满了非常活力。哎，好像有碰到食指哦。有太举。对，其实刚刚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的那个角度，我们就已经觉得是有了。所以邓彦敏教练这边挑战成功。台北精华这边许恒宇的发球，陈毅接发，来到4号位，陈毅的攻击，可慧，哇，这一次碰到网带，陈毅再来，再给陈毅说第3波的攻击，结果还是被拦回来，第4次攻击，哎，吹了举球的时候的连击啊，连击。
其实我们刚才看我们因为我们毅力营造，其实毕竟都是从各个学校就是在6日的时候才有办法一起比赛，所以刚刚那个球像守起来的时候，像这个球嘉文，他就因为陈毅已经倒地了，但是他这个球他还是把球举给了陈毅，所以这个就是说，假如说之后他们有在一起能够录点这个球守起来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举后面马库的球或者中间后排的球是会更正确一点？所以现在在毅力营造慢慢又追上来的情况之下，台北金华这边这个时候请求暂停。把状况调整出来哦，现在击的每一颗球都不在场内，这整个差蛮多的。好，赶快调整起来哦。丽蓉我们调整一下，没关系，等一下球还是会找双林，双林把球先接好以后推动。小甘要发动的时候，我觉得 OK，B1 可以发动。好，你看到被毅力营造连追这2分钟啊，沈德教练喊这个暂停，主要就是让球员自己来做一下调整。对，刚才也告诉举球员陈立荣，没有你举球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跟攻击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了。对，没错。其实我觉得立荣他在举马古这种单脚背飞的球，其实速度感不够，所以你看他们像刚才的所有的选手，就是他跳起来单脚出来的时候，他球都会有一点点比较慢一点点到攻击手的位置。这样子就变成说，那攻击手跳起来的时候，就只能一直在等球的时候，只能打左边的位置的时候，力量也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啊。双林接发之后，在这边的4号位大斜线的攻击得分。哇，一气呵成啊！对。这边结果拦网，直接打入对方场内哦。对，像这个球，像伟伟，张庭伟跟我们的一个嘉文的搭配，这个球的速度就完全是没有问题，够快了哈。对，够快，而且球起来在他的一个正前方或是在右侧，他可以打直线，可以打中洞，可以打左边。但是假如说看刚才利用跟那个我们的那个美金他们的配合比较慢了一点点的时候，他就只能一个位置可以打，因为他跳起来的球在左边。他不打，球就掉下来了。对，16比13，台北金华这边罚球啊，轮到了画面上的甘可慧。打球，面对2个人拦网，仍然是大胆的杀球得分啊。对，打一个直线的 touch 啊。来看到邱凡琪。所以攻击手的一个选择来说啊，最后一刻选择实线斜线，还是要看对方的拦网球员的手，对不对？没错，其实有时候是你在助跑的时候，可以看你拦网者他过来的时间对不对，够不够快。太慢，我跳起来的时候直线啪就下去了。但只要刚刚好，我们就看他手跳起来的一个时间跟位置。对。哇，陈杰今天在第一局表现不错哦。这边跟举球员的配合也是相当好，刚好是在界内落地。对，其实整体本来就是他要打一点速度球、移位球，因为他个子没有那么高大，但是他唯一很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手腕的变化性很好，所以他可以打那种速度差的一个攻击的方式啊。立荣的发球。想要来打个 touch out， 不过被台北金华给守起。打球，还有一文，还有，来，再给简一文，在这一边，结果哇，刘美金真的是哇大门神啊！对，其实这个球，其实庭委应该可以往后举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在中前面，就是我们的3号位跟4号位这个位置。毅力营造这边要提出挑战啊，认为刚才在拦网的时候，在台北金华这边是不是有球员有疑似触网？要透过挑战来看一下。对。哎，有碰到哦。哇，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教练团们真的是厉害，非常的厉害。毅力营造这边挑战成功啊。
所以现在变成了17比15。哎，现在是毅力的机会哦，简一文。哇，1对1，许恒云。对，就是这个球其实立龙的举球，这个球瞬间的速度就举得很好。 18比15，台北金华这边陈杰来发球，发的也是比较短一点。这一次打快攻，对德容哦，是。哦，你看马德容，其实我觉得他身高比易文还要看起来要更高。对，他更高，没错。哦，187公分，88公分的，所以跳起来的时候，只要出手够快的话，其实。 他这个球其实真的也非常有竞争力。哦，这一球选择放掉，但是马德容这一球是一个 ace。对。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发得非常深。哎呀，可惜了。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赛季啊，这个7排20年啊，这支年轻的毅力营造啊，面对其他3队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输有可能大部分时间会输，可是我很多时候啊，在每一局之间，其实比分是相当接近的。对，没错，对。但是接近就是会有问题，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去打一颗会赢球的球？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他们要学习的。可慧。 哇，在2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对，而且拉高球点，这个球陈毅救得非常好。对，那这个球他把点拉高，打高点。20比17，哇，好不容易毅力营造追到了1分差，现在又变成3分落后了。球还有。 可慧把球垫过来，毅力这一波进攻要交给谁呢？再给简一文。甘可慧，这一次是拦网得分。对，哇哦，嘉文，对，这嘉文打得非常好。毅力营造背号17号的快攻手啊，卢嘉文，面对甘可慧的这一个攻击打斜线啊，完全被他拦到。是。 现在把雨柔跟那个陈毅给换上去哈，变成球场上是3位攻击手。李永顺教练这个时候突然换了一个举球，对，陈毅，这就发短，双林的不要，小心！直接被那个林睿教练冲到，上面的教练直接把他接起来不用了，因为这冲出来其实也容易受伤，而且其实这些小朋友其实再过没多久就要那个高中联赛的复赛，所以怎么样让他们在球场上不要受伤哦，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其实台北金华这边啊，11月底也才刚刚打完他们 UBL 大专排球联赛的这个比赛，没错，所以运动员真的很辛苦，就是。 一直在比赛，怎么样调整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身心灵的状况，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来到年底，其实就是学生联赛的一个赛季啊。对。这次的攻击，金华有手洗哦。好球。双林。小心。好球。 哦，这次攻得好。对，而且这个球其实陈毅的一个背举这个翻手的动作做得很好，所以看两边的调动一直在跑动，所以看可慧这个球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拦网。曾轩。林永顺教练。 在这一局的后段啊，不断的做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调度，换不同的人上来发球。对，好，有发到效果喽。对，
这边的一个斜线攻击。 中间穿越的位置。林良在板凳坐这么久，一上来就能够建功，哎。是，因为他也是我们 U20，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参加过很多比赛的选手。这个球打到标志杆了。对。曾雨柔。对，这个雨柔的球好像有点跳起来。 有一点点，而且这个球其实有点给他的球有点快的，因为第一个他是左手的，对，而且他刚上去，其实你要马上让他做一些比较快速的一个攻击，其实会对他来说会有点压力。好邱凡琪这一次的攻击结果，现审认定出界，哇，要挑战哦。打网触球。这是加曼的铁粉啊！对，有没有 touch 到呢？哎，有哦！我觉得我们的教练都是神眼，火眼金睛啊！因为你挑战也要挑战对的项目，对，没错，对不对？没错。一力营造场上发球的是17号的卢嘉文，陈杰实线攻击被手起，这还是金华的一个机会球，很快，哎呀，这个真的就是经验的，对，太急了，这个球其实你慢一点点处理的时候。 可慧是在往前迈高啊，等于就是直接这样的一个快抹，对啊，像灌篮的感觉。对，局末点 ，set point。邱凡琪的斜线攻击得分，完全打在台北金华的防守空档。对，其实我觉得这一局，其实以凡琪来说。 因为他这个表现的可圈可点，其实你看这个球打穿跟打touch，其实他这一局东西打得非常的好，化解了台北金华第一个局末点，24比27，这个接发又被破坏哦。毅力营造再有进攻的机会，再给邱凡琪，又从2个拦网手啊中间穿了过去。对，看凡琪，其实看凡琪在攻击这个球，其实很不急不徐，不会急躁。 很棒，连续被对手化解了2个局末点，现在小牛教练忍不住了，喊了一个暂停。梁代，你下来接，好不好？你下来接，陈杰你上去，那边打2号，然后走 B1， 因为现在前面江晨毅嘛，对，陈毅嘛跟小马嘛，这边一个2号，小组这边，然后梁代先帮我们接发球，没有的话待机要打好哦，好，有耐性来一击球，金华，其实我觉得教练其实就是很清楚，他打的点在哪里。所以其实，在国外的，其实你发现，那球一起来，大部分球起来看矮的在哪里，个子比较矮小的你在哪里，他就往那个地方去做攻击。曾雨柔继续来发，这球发的比较短。哎，刘美金的这个快攻被守起来哦，邱凡琪再来，这一次的直线攻击，邱凡琪连拿3分。哇！毅力营造在对手先来到局末点的情况之下，靠着邱凡琪连续攻下3分啊，现在追到23比24。是，他这个球的雨柔的发球其实也很关键哦。好球！李轩接发之后，在这边陈杰，哇，从外面切进来，陈杰没有选择他过去习惯的这个4号位置。反而是切到了3号位置这边来，感觉像一个快攻一样的一个重锤得分。对，没错。所以第1局的比赛结束，25比23。在这场毅力营造与台北金华的比赛，第1局是由台北金华先取得点。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2024年12月21号星期六，在北台湾中原大学体育馆
今天这场毅力营造与台北精华的比赛啊，刚才也讲到了，这是毅力营造在2024年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再下一场就要等到明年2015年1月4号去到新庄了。第一场比赛看到第一局啊，这个台北精华这边虽然拿下了第一局，但是25比23，其实大姐姐也蛮辛苦的。对，要赢球其实也很辛苦了。对，那毕竟我们的毅力营造这些小学们，第一个有高度，再来是也有胆识。再来，在去年的整个世界杯之后的磨练，其实他们遇到都是一些比现在对面那个姐姐们更高大、力量更大，可能技术不一定有他们那么好，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有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他们觉得会很敢拼斗的。对，就像德轩讲的，我觉得有经过国际赛的一个洗礼啊，对于我们这些高中的16、17岁的球员来说，我觉得一场国际赛抵得上在国内至少5场比赛。对，至少，对不对？对，而且只要是程度更高水平的那种视野跟那一种感受，你只要有机会达到5局以上，那收集到的一个数据跟他的经验跟他的一个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第2局的比赛开始，毅力营造江承毅先来发球，送给陈杰，陈杰做一个直线的拨球，哇！今天他在4号位啊发挥的得心应手啊，陈杰。对，而且你看到他吊球的一个 timing 其实蛮好，他是要工作要打的时候才瞬间这个小的动作，才做很小的吊球的动作，非常的隐秘哦。台北精华林良代在第2局先发，哇，这个发球有被破坏哦，有破坏到对方的一个接发。这球发长，好球！简一文的攻击被台北精华守下来，在这边，刘双林，哇，双林这个球，你看他最后打的是手是停在那里，点住，所以他这个点一定在最高点的时候打到这颗球。他今天只要打完球的时候，顺势手又往下拉，这颗球可能球点就没有像刚才这么的高。所以就差那0.0几秒，其实也会造成不同的一个结果。对，一定的。这一开始金华就拉出这一波3比0，这一次的快攻，金华手起，在这边刘美金直接把这个网上球啊自己处理掉了。对，其实陈毅，你想像子华他也有180几公分没有问题，但是对，但是对面美金也180几公分，所以你要用我们最好的高度去打对方最好的高度的，其实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便宜。你应该用最好最高的去透过一些移动变化去打他们比较没有那么高大的，这才容易比较过去，容易把球打过去。对，这球在陈毅这边2号位的攻击得分。虽然是2个人过来拦网啊，但是这个前线的攻击打得还蛮确实的。陈杰，好球，高打点想要打一个 touch out。对，哇，踢到铁板了。对，简一文。对，其实一文这个球，当然很多的大家会觉得，当球不够长的时候，他硬要去转直线。你硬要去转直线，第一个角度跟你的力量已经没办法打得这么好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顺势的打斜线，把它打得更刁钻的一个小的角度，那把球打出去？对，简一文再来。再给简一文，这次做一个比较长的攻击。陈杰，啊，在前排这一边啊，毅力营造出现了有人触网。对，而且看这颗球，看美金从这个地方跑过去，高手的修正这颗球，真的是很棒。以这么高大的一个选手来说，还是做这么好的修正。哇！结果陈平宇的攻击又是被拦回来，得分榜第1名的陈平宇，哇，今天这场比赛打得非常闷啊！第1局到第2局
第一局前段的几次进攻不进，被林荣生教练换下来之后，来到第2局，感觉上还是打不开啊。是。一力营造这边请求暂停。在助跑而已嘞，你也是呢。你们2个给我用5分力在助跑，你会有球速。对，孙教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助跑的时候，你没有那一种速度感的时候，第一个你的一个力量跟你要打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感觉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球起来你没有尽全力去做扣球，然后也没有去做这个球的处理。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助跑就是希望要全力冲刺，要对，要快快一点。他觉得说你就是慢慢的，他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没有做好好攻击的这件事情。对。但其实这些，我觉得这些年轻的一个小选手们，其实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每一次的扣球都是珍贵的。好，回到场上，陈庭宇的攻击在这边又是打在网带，是一个no in的。对，今天平宇的一个状况好像真的是没有到这么的好了哈。但是当然本来每一个选手他就不可能每一场他都这么的一个高水平，尤其在对于平宇这种高度的选手来讲的话，其实本来就是会有这种状况会发生。陈毅这一次的后排攻击有了。对。上个礼拜还在中台湾的张师大体育馆来进行比赛，而且这个礼拜说实在，大陆冷气团的寒流来袭啊。是。我刚才在外面，其实中立这边真的是蛮冷的。是，我应该感受得很清楚。哦，这个快攻甘可慧。对。侧切的动作，内旋侧，因为他看这个球，其实这个球就是嘉文的时候，他只要拦这颗球的时候，其实是否要往右边的时候，要跳的时候往右边大跨步，再往右边过，这个整个的面才拦得到。但是他是直上，然后用右手去拨，这个其实对这个球来说，其实要拦阻到的机会就可能没那么好。陈平宇跟简一文2波的进攻都被台北金华给守下，简一文再来。好球，这球再守到，哇，给到4号位这边刘双林，明明知道双林会打斜线，但就是守不住。对，而且双林这是修正了他的一个斜线，变成中直线。陈杰的发球，球。这次接发球还是没接好了哈。对，所以现在讲完这一局开局球一起来，毅力营造自己第一个球没有办法接好，再来是这样攻击的成功率没有这么高，都有办法举到位，但是自己的一个攻击失误却比较的一个成功率比较低了一点。这第2局的分数一下子被台北金华给拉开了，是11比2。这肯定是毅力营造的这个加油团啊！对，很棒。我们看到在左下角，我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个统计数据啊，接发球后的攻击跟防守后的攻击是。今天在台北金华这边，的确，我觉得今天在防守上，反击啊，成功率，小牛教练是有做足了功课了哈。对，这个是我们的晨晨。是我们那个庄明瑞教练的一个家人是哈，赶快遮起来。大家上电视不要害羞了。对，不要害羞。对，最不害羞就是我们啦啦队。当然，除了在有线电视有现场直播之外啊，大家也可以透过在网络啊 YouTube 的直播啊，在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我们的球评啊邱德成教练。感谢。因为你看邱教练他其实自己是举球员出身啊，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常常就可以看出他在关注
两边的举球员那这场比赛的表现的。没错，因为可能攻击手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举球员在球场上就是每一个球他的共输很重要，所以你选择对的，你战术对，举对人，其实对球队能够得分的效率，真的就是可以占一个很绝对的一个优势。我这次的时间是用的蛮久的哦。对。对，所以我们小牛教练也觉得，怎么那么久？对。还在等。对。啊，这一次真的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呢。对。因为可能要找那个镜头。对。那当然，在今天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今年是算是气排20年下半季对的比赛的一个开始。对，第一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下半季呢？因为到了下半季，其实每一队的这个名单其实跟上半季又会做出一些调整。对，像每一队都会有1个2个的微调啊。对。好，画面出来了，来看一下。是拦网出球吗？对。对。你的手只要任何一部分在上面都有在跑排，那就是。哇，所以透过了电视辅助判决啊，那场上比分还是没有改变，目前还是11比2。是没错。因为刚才第一时间，那一裁是判定后排攻击的踩线。好，不过比赛恢复进行，我们来看到台北金华这边陈杰的发球，陈毅的攻击被守下，在这边刘双林。今天的我觉得101在第2局上面的一个攻防跟拦网的换位有点比较凌乱一点，就变成说常常是在大炮手或是怎么样，因为打完之后就变成说就是不对，不是那个位置的人在进行拦网。比分12比2，已经来到双位数的差距了。好球，简一文，对，哦，那个攻击点真高啊，刚才高度啊。好，101照这时候把33号的许真轩换上来。我们刚刚讲到下半季啊，许真轩更换了张云珍，在高师大的张云珍哦。金华这边再交给双林，前排有人触网，这是2裁吹的。对，是触网。拦网球员下来的时候是有触到网子。对。因为2裁刚才应该是看得很清楚啊，对，所以才会吹101照触网。不过101照这边决定要挑战看看。对，因为有时候选手他在过程中动作很大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这种敏感的一个可能稍微轻轻的碰到，他不一定有感觉。对。加慢哦。
毅力营造，你看就是像刚才德轩教练讲的，这一局有点攻守失序。对，其实你看到在台北精华的这边的主力攻击手方面，其实你看双林跟陈杰今天接发球的次数其实并不多啊。对，没错。可是刚才下来的时候有触啊，衣服触网啊，衣服触网啊。我们现在转播的这个电视辅助判决也是符合啊这个国际潮流这样的一个水准。对，没错。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看这个欧洲的这个职业排球联赛，或者是像是这个国家联赛的话，对，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器材回放的画面都是国际级的。对，没错没错。只是 VNL 的国家联盟的是他们的一个回放更快。哦，他们是更快，对他们是在这个球打完之后，马上他就可以在把上一场他所打下去的球的位置马上就显示出来了。对，所以教练根本有时候根本不用按战，不用按挑战，他有时候直接看就看得出来。你快攻没有举上去怎么打？有人要摸了。刚才毅力营造教练团这边啊，是让场边的板凳球员先在场上先来一个5趟的折返跑啊。对对对，跑起来，先跑起来。对。现在是有点低气压了，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年轻球员，你还是要多鼓励、多提点。外侧走啊！因为有时候是越骂越怕。对，没错。越骂越糟。对。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小选手来说，他整个的一个可能我觉得个性上面啊，那个特质跟他的抗压性还没有这么好。对，所以看我们的一个精华的一个，其实精华的一个他整个的一个选手的一个抗压性，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小刘教练其实是还蛮严格的，所以他们做什么任何事情呢，他们转换的其实蛮快的。毅力营造刚才暂停过回来是卢嘉文的快攻得分，现在看看他们这一波的防守。可慧 ，OK， 这个球是应该打到标志杆了吧？对对对。喂，跑起来哦！哪个在跟跑？这个攻击的确第一时间是打到标志杆，才打到陈毅。对，看来我们的毅烈的教练说叫他们打完球是一定要跑起来。但是这个时候裘凡奇的发球出现了失误。这一次的接发又没接好。对。其实你也好像这一季以来，这一段时间的今年以来，好像这个分差应该是我们毅力营造可能是就是有开打以来，他们以用这个队名来出赛来说，应该是这一局现在的分差应该是最大的。他们之前其实分差不会有这么大。还是在接发球这个部分呢，接发球。之前差距最大的是25比15了。对。不过你看到现在16比6啊。对。在第二局到目前毅力只有拿到6分，在这边林良岱这个球没有包到。对，而且其实这个球梁岱没有跳到位置，所以他在跳的过程中的时候，球还在他的左边，所以就变成他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扣子。没关系，梁岱放松来重打。第一时间被拦回，梁岱再来做一个吊球。好球。对，评委这个球。好球哦，陈毅。陈杰那边防守虽然已经是来到位置了，但是打在手上还是喷掉。对。连续的追分啊，现在16比8。好。在台北精华这边，小牛教练这个时候有什么交代呢？其实有高点啊，然后养生的时候盯在那边，又没有用身体去帮忙，就只是去拍击，没有用，拍击是削不到手的。你只能打准，好不好？
2支在梁代这边，我们等下重打，美金也在，然后松林学姐也在，你自己也在。梁代先接好球以后，看准时机再冲，跟昨天接发球练习一样嘛。来。大家看右下角的，不管是接发球后的攻击或者防守后的攻击啊，今天在整个攻击效率方面啊，金华是要比毅力好的太多了。对，没错。而且你看防守后的反击也是，对，所以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接不起来，然后守起来的一个反击也没有这么好。暂停过后回来，伊利营造北澳17号的快攻手卢嘉文的发球。陈杰接发之后给双林的攻击，伊利这边，哇，陈毅，对，其实陈毅这个球打法真的很聪明。第一个，他这个跑进去，他身体也失去重心了，他强击的话也不好强击，他直接就很聪明的往前打一个。那个touch球，其实这个球就最省力的。最近伊利营造是连拿3分，梁代这个直线的攻击在界内，看起哦，是有碰到，是touch out。对啊，无派去啊，无派啊，这办法重开机。没关系，大家专心。因为这样子，原本我们3分，我们直接被赚了一个6分，不行这样，好不好？不能这样。这时候主审为什么把4线员给叫过去？对，要看这个球有没有 touch out， 就因为他其实他打这个位置，其实是下一个位置的线程，他是可以去判断得到的。台北金华球1号下20号。把长旋换上去了哈。这时候特别换上了池长旋，来到前排。场上比分在第2局目前是17比9。主审看到他几啊？队长是谁？嘉文他说他看到他几号？哪一只手？陈姐注意哦，篮网大家手前要加油。你功力很确定啊，老师这循环吗？大包要对场。这是边啊，那你边管呢？保持哦。以后可能不会变矿的气氛。等下2边的话手长一点。这不他只。就比赛开始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用顺教练跟我们的明德教练是他们只是要求说这个球，就是说这球一起来，其实到底是谁 touch 位置在哪里？对。刘美金举起来，在这边第一时间被拦回，再来第2次的进攻。没有碰到，没有碰到。对，这球没有碰到哈。这球其实陈毅也是很明显是往上要去做回击啊。谢谢。陈毅这次的进攻打斜线啊，虽然打进来了，但是还是打出了界外。对。
分差现在再度回到了10分差距，对，19比9。这一局真的很有可能会是这个赛季伊利营造跟对手差距最大的一局的一个对，没错，比分呢，没错。上个星期在张师大跟新北中心的5局大战啊，哇，有一局打到5比27，还有一局打到30比32。对，都是非常接近的比分。对。不过今天这么冷的天气啊，场上球员在这种节奏好像被拉的比较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不断的是在场上一直保持这种跳动啊，保持自己身体的温度。没错没错。对的，因为今天其实真的温度也比较低了。我觉得今天在室内可能都不到20度了。真的。好球。33号的许真轩，陈杰，这个球被救回，再举给陈杰。做一个吊球，还有吗？哇，主审认定啊，刚才这一个球啊是已经先落地了。对对。那在伊利营造这边，要不要挑战看看？哦，先落地了。对，这个慢动作看得清楚。对对对对，有时候也许先看一下回放。20比10，台北金华这边时常旋发球，这一次发球出界。邓一鸣教练这个时候再把林良代给换上来，把刚才发球出界的池昌轩给换下来休息。在接发之后，在这边双林高打点的一个 touch out， 有 touch， 对，确实 touch 哦。对，你看球的旋转，其实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22比10。接发之后，这一次的快攻，我觉得没有配得很好。对，而且太高，所以有一点点太低了。我觉得可以子华的球可以再高一点，所以变成子华每次跳起来，你会发觉都没办法用力。啊哈，哎，对。而金华这边刚才场上的沟通也出现了状况，对，要举给可慧的球，结果可慧完全没有意识到。对。陈杰接发，修正，许双林。刘双林，好球，中间的位置。裘凡奇在4号位这边的强攻得分。对，反正在1、2局的这个凡奇的一个他的得分效率好像是最好的。哇，这球子华发得很强劲。陈杰，裘凡奇这个球。打进来，做给双林。虽然是逾越这样的去飞扑的救球，江承义，但是很可惜没有队友过来帮忙。这个球有点低了，所以快攻手在挥击的时候，他在扣球的时候没有办法很流畅，而且把他点打出来。哦，陈毅这个球攻击这个球，结果被救得很漂亮啊！哇，刚才
后排承接的救球，才会有双林的这一个4号位的攻击得分。对，双林那个球，你看他打下去，他身体的一个动作，这个腰往前倾，整个缩起来跟手腕这个动作，你看这个球，其实这个球很扎实。好球，还有，对，好球，这速度就跟刚刚就没什么问题。毅力连续守下来2波，哇！但是邱凡琪这边的进攻踢到了铁板。现在的比分才来到了24-13呐。对，我们现在是依照记录台的一个比分为准，现在是24-13，现在才是台北精华第2局的局末点。邱凡琪的攻击被挡回来，换另外一边艺文，小心。后排攻击在这边陈毅的攻击出界，所以在第2局的比赛结束第2局的比分最终就是定格在25-13，台北精华在圣诞节前与毅力营造的这场比赛在2局打完之后，他们现在已经率先的取得听牌优势了。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
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嘛。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12月21号在中原大学体育馆101营造在刚才的第2局单局只拿下了13分，也写下了在这个赛季系排20年他们单局最低得分的一个记录。看到刚才第2局，其实他们出现了真的蛮多的一个失误啊，所以也让台北精华在比赛前段就早早的把比分给拉开了。对，其实我刚才有说我们看了一些数据的，他们在接发球的成功率，再来是防守起来的一个得分率，其实都是远远低于我们的一个台北精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待会这一局应该要去改善的问题，因为是开局，刚刚的开局就10比1了，还是7比1，所以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这开局。马上要来进行的是第3局的比赛啊！如果不想要被台北精华直落3的话，哇，这一局必须要赶快调整回来了。对，其实我们今天换上了4名高大的选手，都180公分的选手，把德隆也换上去了。哦，所以李永胜教练这一局打算用常人阵就对了。对对对，今天曾轩也有177公分。简一文的攻击被拦回，第2波的攻击又被拦到简一文。对，然后没有打到手。哎。刚才小田教练为什么第一时间提出挑战？因为看起来是简一文第1波的攻击是被拦回来，他那时候挑战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挪印啊，应该不是打到拦网球员的手啊。对对，因为他按了之后，这个球才被拦下去哦。我们来看一下。对啊，确实会出球啊。陈杰手没有碰到球了。对对对，而且其实有时候这个画面上面的一个灯光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在101营造那边，刚才就等于就是一个4级球了。对，没错没错。陈立荣继续来发。哦，这一次的攻击有喽。对，曾轩哈。这圈的一个攻击的力道其实蛮大的。来接球，专心攻击，跳后。哦，许真轩这球其实也发得很好啊。哦，不过在这边林良代2号位这边快举快打。对，打一个 touch 啊，瞬间出手很快。看他中间，来不及，啪。中间刚才打一个老王者的右手的一个打法。
闪送飞圈。一零营造这边接发之后，在这边给陈毅，4号位这边的攻击1对1，面对陈杰，陈毅打陈杰，拿下了这1分。对。 陈杰跳的是来不及了哈，对，而且高度也好。其实你一个人要拦到陈毅的球，其实真的是有点难度了。哇，这发球的威力有。这一局之前，应该林庸生教练有交代啊，就是今天第3局啊，谁上去发球都要给我来加压了。对，没错没错。而且看这个球就是双林的打法，那个手打完之后，整个手。 往左边的这个球其实很明显。陈毅，这个球就打得很好，修正也修正得很好。这个修正球，我觉得陈杰打就是有点勉强了哦。他觉得这个球拦网出球。哦，金华这边要挑战看看。 这次有拦网触球吗？有，哎，有一点点的感觉，有碰上食指的指尖的感觉哦。哦，没碰到，没碰到，没碰到，因为也没有办法这么的明显。比分现在来到3比3。 简一文的发球，在这边可慧的快攻，拿下了分数。可慧还是很稳定的一个金华的一个得分点。陈杰发球，好，陈毅接发之后，马上来到4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 你看陈毅，他2个手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贴扎，尤其左手这边，可能是有一些不太舒服发炎的一个情况。对，有可能是之前的那个，其实我们排球选手很容易会有指节的一个挫伤，俗称我们带用脚丢啊，有点这种挫伤的感觉。好，这是一个快攻得分，吴嘉文。其实我觉得。 一定要讲，我们在开局不要被拉开，其实他一直都很有缠斗性，是，甚至他还可以领先，所以他们要注意的是开局之后，或中间有一个不要让这个球被金华的一个乱的一下子拉开很多。张可慧快攻被守下，再作为可慧，这个球立龙真的举得很好，那这个球怎么样？哎。 都是一个人拦网，而且又是可慧在打张庭伟，2个人身高可能差了快20几公分。台北金华双林的发球，刻意把球拉长。这球要做给后排的双林，结果没配合好。对，球，对。 线。6比5，目前第3局，一力营造还有着1分的领先。这个球，因为
可谓是单脚飞出来的。那我的一个郑轩其实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刚刚好的一个拦网的位置，所以变成一起飞，然后脚这个球起来，其实可慧脚轻轻松松直线出手快一点，这就是他需要出去，就是打他需要，就是他需要出去了，对。因为你比对方先来到那个点啊。对。许真轩接发之后，自己的攻击被拦回，再给许真轩，再被拦到，但是拦网出界。对，看其实郑轩现在在大炮位的攻击都是以直线为主，对，每球起来就当球打直线，轻轻打直线为主。而且现在的拦网的在我们两边的高度，都有接近177以上。美金，哦，这个快攻真的是老经验啊。对，而且非常的，好像非常的惬意，啪，而且出手很快。你看那个球，小手臂的一个甩手，啪，接下去真的非常的快速。7比7，第3局现在回到了平手。陈立荣发球，接发之后，哇，这一球跟攻击手跟举球员没有配合好，现在是金华这边的一个机会，陈杰切进来的一个攻击得分。对。陈杰，你看他这个出手那个角度，打的会看这么小的位置，直直的，就算这个球没有，这个球也是会有 touch。对，所以他打球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楚，我要打 touch 还是要打落点。哇，接发球直接形成了霸包啊！林良岱直接在网上把这个球给扣下。林良岱反应也真的很快啊。对。而现在第3局又是台北金华后来居上了，这是不是就是刚才德轩讲的，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乱流出现啊？对，没错。毅力营造。对。哇，简艺文的攻击出界。台北金华最近是拉出了一波4比0哦。对。好球！其实他们一定有，就毅力营造一定要有接发球。你没有接发球的时候，你的战术就会变成一直在长攻，一直在长攻，一直在长攻。其实女子组里面打长攻的成功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因为你打长攻速度慢的时候，球一起来的时候，5、6个人在守那一个长球，所以你发觉现在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女生她是往中间一直打，而且都是很变化的打。11比8。双林在这个时候又是一个重锤的攻击得分，比分现在来到12比8了。对，而且今天的其实双林的一个攻击成功率挺高的哦。林良岱的发球，在这边的攻击有了，简艺文。今天林佑胜教练应该就是要让陈平宇好好的休息一场了。对，没错，因为他今天的状况确实，天宇其实状况真的是不好。你很明显在接球跟攻击那个力道方面，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好。刘美金的发球，嘉文把球垫高，对，真的是接发球，接发球。哎，不过嘉文这一次拦网把可慧的攻击球给拦了回去。对，这距离太远了。其实
你举 piece 的球的时候，假如你的快攻手离你很远的时候，其实这种球其实就没有就没有那个掩护的效果。来，专心一个。小心。有。台北金华这边双林的这个吊球漂亮。对，其实看双林就是一下长一下短，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强一下弱。其实你看这样子，就对后面防守来讲说，真的很难去做防守。是。邱凡琪接发之后，自己来到4号位这边的攻击。球哇，事情跑得超快。是，双林又来了。啊，前排这边吹的是毅力营造卢嘉文这边的触网。犯规了。哇！开局原本算是打得不错的毅力营造，来到比赛的中段，现在好像又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失误啊。对，接发球还是接发球。对。所以之后其实真的要慢慢再去调整，因为接下来呢，你只要到国外去的时候，不管是跳发球，还有我们的一个发球的一个位置，其实。在国外来说，假如以后我们这些小朋友们要代表我们的国家去比赛的时候，这个接发球的这个部分是绝对一定要到达一定的程度以上的。陈杰的发球在这边，邱凡琪接发之后，这次的一个快攻卢嘉文，再作为邱凡琪，好球，这次斜线打得不错。对，其实打的位置非常大。林良代的后排也被守起，好球，哇！其实你会觉得曾轩在打这个球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看起来动作很大力，其实他打的球都是一些比较有时候那种突袭的球。就突然攻击的动作起来，就变一个小小的一个攻击的动作，就小球的一个动作，造成对手那个会有一点点来不及。好球！这次的攻击被拦回，陈轩连续2波的攻击都没有能够成功，再给陈轩。这一次还是被拦回来。对，因为曾轩其实打的球比较接近是直线的部分。哇，这一分结果最后还是判给台北金华，因为这个球虽然打在了这个白带上面，对，网带上面，但是 lucky ball 但是因为邱凡琪刚才手是有碰到球了。对，没错。这个球其实是在上面的话，其实双林应该跳上去就把球拨掉，其实会比较适合。但也要看那个球他有没有碰到球。这个球屋漏偏逢连夜雨，又是一个在界内落地的 ace 球。哇，这样来到中段之后，一下子又被台北金华把分数给拉开了。对，瞬间又跟那个就是在接发球的部分。好球，而且今天蛮多，我觉得今天台北那个，我觉得我们的毅力营造很多的，你看这是一个失误。对，因为曾轩其实比较少上场，所以说他今天看他的失误，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今天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觉得是可圈可点。对，刚才复审第2裁判是又认为在毅力营造这边啊，前排刚才是有人触网。对，曾轩。对，他就是曾轩的触网。对，但我觉得他因为他是下半局才换上来的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其实可以，再给他多一点鼓励。
对，毕竟他也不是就是说常常有机会上场的选手，偶尔让他上去，哎，体会一下，再慢慢要求，多一点鼓励对呀，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会越来越好。毅力营造这边决定要提出挑战电视辅助判决，拦网触球。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暂停，这一个挑战，其实大部分是在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暂停的意味。对。这个球迷很专业哦，比出这个他只要的手势哦。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待会儿的2点钟跟4点钟2场都是男子组的一个赛事。2点钟将会是桃园台产地主队要对上联庄男排。傍晚的4点钟则是美基农要来对上彰化3大有限。这2场其实都有5局的潜力啊，德权。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打出最好的一个内容给我们的观众来做欣赏了哈。但我们还是希望到现场来，其实是最棒的哈，感受一下那个球速跟整个感觉绝对不同。哇，陈平宇这次终于有攻进了哦。对，我们平宇终于复活了哈。我们的得分后呢？得分后小钢炮。对。黑狗兄今天也是场边的观众。对。接发之后，还有林良代，再来平宇。哇！面对甘可慧跟陈立荣的双人组合拦网啊，对，又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高山的感觉。对，其实因为打了也一段很长的比赛了，所以他们开始对平宇的，其实平宇的打法，他很喜欢去打太极啊，就是打那个靠近那个标志杆边的时候，直线的这种出手快速的太极啊，所以慢慢的你看今天。大家会觉得说，今天我们的毅力营造，其实在打直线这部分打不怎么过去，所以其实我觉得金华是真的有在对那个毅力营造来做一些可能在应对上面的一个策略的应用的。后排攻击，简一文这次的攻击有了。这次接发给后排的双林，毅力这一波守得不错，简一文的攻击也被守起，小心，2次哈，这个举球被追了这个连击了。20-14。这次的拦网做得不错，是小心抢。哎，林良代刚才在这一边跟对方的一个相持上刚才这一分主审是把分数判给了毅力营造。对。当然在台北金华这边现在是要提出挑战。这个球有没有碰到标志杆？有碰到，有，确实是碰到了哈，有。哇，我们的裁判是火眼金睛啊！其实这个都是很快的瞬间。可是因为刚才碰上标志杆是梁代拨球的时候碰到标志杆对，没错，不是打到对方拦网者才出去，他这样。20-15，在第3局金华还是有着5分的领先优势，做给后排双林，哎呦，差一点哦，可惜啊。
双林接发，接下来在这边林良带切进来得分。对。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精华，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打战术型，大部分都是打一些战术型跑动的一个选手。为什么？所以看他们会很多跑来跑去的一个战术，跑动型的。林良带的发球，邱凡琪接发之后，在这边简一文的攻击有。球，这个球应该打，其实这个球其实打得很长线，这个球德柔应该有机会把球打到。那这个球双林打的都是高点，他真的球很少把球掉到那个白带这个位置来进行挥击啊。邱凡琪接发之后，在这边给太靠网啊。对，这个球太，因为这个球进网，然后评委也不好去处理。丢掉了这1分之后，现在这场比赛24比17，比赛现在也来到了赛末点了 ，match point。赛末点，邱凡琪接发，结果这一个接发球是一个霸包，甘可慧直接在第一个赛末点把这场比赛给收下了。那在这一场比赛啊，也是台北精华跟毅力营造啊这个赛季的第5次交手。恭喜台北精华，这场比赛是以直落3拿下了胜利，25比23、25比13、25比17，这是一场直落3的胜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来听赛后访问。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
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12月11号在中原大学体育馆啊，那恭喜在今天台北精华在今天是第5次碰上101营造，你们这5场对战你们拿了4胜1败。那当然过去也曾经有过4局输给101营造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问一下小牛教练，你们今天针对他们在得分榜上面排名前2名的这个平宇跟简艺文，你们在拦网上面是不是有做一些特别的设定？因为今天看10落3的比赛，你们今天对于这些小妹妹的攻击球拦的真的是特别的好。主播好，大家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台北精华因为今年的阵容跟年轻的小朋友比较多，所以我们更重视在自己的训练上面。那我们其实今天没有特别针对101营造去做特别的设定。那更重要的是，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专项上面，拦网也好，攻击也好，接发球也好，他们能够更专心的去应对每一个不同形态的选手，让他们自己在场上的时候去创造跟发想。是，今年虽然少了像是之前大家配得很不错的洋将 B 啊，不过今年也补进了像是双林，所以在少了洋将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今年的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下半季了，你们有没有替自己下半季设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还是刚刚重申的，因为其实我的训练很简单，我希望他们自己在每一天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们能够自己去突破他们自己，然后上半季已经打完了。下半季一定要有别于上半季每个人的个人能力，所以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更主动、更自主的去提升他们每一项的攻击火力。这样。好，那谢谢小将，接下来就来问到今年新来到了台北精华的刘双林。双林
去年你打的是冠军队极速超跑，那今年来到了台北精华，这又是一支目前在女子组排名第1名的球队。身为攻击手，你今年在整个精华的表现非常稳定。我看了你的数据，从上半季到现在，你是有1场比赛的得分在个位数，其余你都可以缴出很稳定的一个攻击数据。谈谈今年在跟举球员的配合，还有谈谈来到台北精华这支球队到目前的感想。就是今年的，我觉得攻击手能够稳定发挥在某一个地方，是因为就是每一个位置的攻击手都有稳定的发挥，然后攻击手是对面的拦网是有被调开的，就是有办法形成战术，有好的防守，然后有好的快攻去跑位，这样子才能就是让我们就是可能有形成一支拦网，或者我们会比较好打。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数能够这么稳定的功劳，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就是大家最大的点是大家都有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对，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台北精华你们的攻击手不管快攻也好，大炮也好，你们个人有个人的特色了。你要不要谈一下跟加曼也好，或者跟丽蓉也好，跟举球员之间的配合吗？到目前为止，你的个人的感觉如何？就是我们算是我跟加曼话是之前就是在国家队就是有配过，所以我们有一定的默契。然后丽蓉跟加曼的话，我们是我们就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每打一颗球，我们就会去调试，我们就是一颗慢慢调。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是在不断沟通的状态。好，我觉得这是攻击手跟举球员一定要做到，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示范。我们最后访问到就是梁代，你今年虽然大部分时间也都是跟以前一样，都是从板凳上面出发，不过我觉得你在今天这场直落3的比赛，你从板凳出发，从不管发球也好，攻击也好，你都可以完成小袁教练交付给你的一个任务。你对于你自己今年这样的一个表现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从下面上来的时候，其实待在下面的时候，可以先看到对方今天的状况。就是虽然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有模拟他们一些东西，但是当天的状况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差别。所以我觉得先在场下看他们今天可能有点哪里不一样的时候，上去的时候就可以以他们的阵容或是他们今天发球的路线去应对，就不会比较知道他们可以在做什么，然后轻松应对他们那个位置。现在队上的攻击手很多啊，那你怎么看待你这个位置，然后跟其他攻击手这样的一个良性竞争呢？就是从上场时间，或者是说教练赋予你的一个角色，你自己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在下半季？我目前希望我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失误，然后可以多赚一点分数。对。好，非常谢谢小袁教练跟2位球员赛后接受我们访问。下礼拜还有对中仙的硬仗要打。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交回我们给主播台上的球评德权。好，我们谢谢我们的一个亚里哥跟我们的一个小刘教练呢，还有双林呢，还有梁代。其实首先恭喜他们今天获得胜利了哈。那其实今天我们的毅力营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他们在后段的一个，我觉得在第2局跟第3局的一个接发球的方面，其实是真的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把这个他的一个以前很能够跟人家缠斗的一个，我觉得那一种接发球起来反击，第1波、第2波的那一种很特色的，今天其实是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回去的时候再好好再调整，我觉得他们还是一个会带给这些大姐姐们这些一个非常我觉得很难缠的一个对手了。当然今年的720年啊，女子组剩下4队啊，所以其实交手的机会蛮多的。我们刚才也讲到，今天这是毅力营造跟台北精华这个赛季的第5场交手了。过去毅力营造这2胜里面也有1胜是来自于台北精华，所以在今天这场直落3的一个胜利，我觉得对于下半季的台北精华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输球的毅力营造，也像德权讲的，不要气馁，对，没错，继续的来修正每一场比赛透过比赛过程当中发现的错误来慢慢来做修正。好，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稍后下一场比赛将是男子组，将由地主队桃园台湾产险将要来出战上个赛季的冠军队连庄南台这场比赛也将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会不会出现5局大战呢？就大家透过现场直播来好好的看了。我是陈雅礼跟讲评邱德权，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更精彩的气排20年比赛再会，拜拜，拜拜。